掐掐手指就能预知未来。已知6个宫位来起我们的小六壬，大安中奖几率很大哦，很快就有好消息。除了用时间起卦，那有没有别的方式呢？用车牌、用身份证、用电话号码。有什么情况会改变这个占卜？对，我要去求财，适合去，什么时候去，哪个方位去？哇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看那些电视剧里面那些算命师傅，他们掐掐手指就能预知未来，我正在破解他们的玄机。所有的术数都可以用手去点，包括奇门遁甲啊。但是因为现在已经很先进了，有 APP 有手机，那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啊。那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，而且很容易用，而且很有效果的东西啊。很多人去上培训班也见过这个，叫小六壬。老师小六壬到底是怎么起卦的？赶紧给我们具体操作一下吧。首先就拿出你的左手，来，左手我们拿一个上大手。手，哎，那有的人可能会习惯右手。然后一般的我们是用左手来算的，然后你就要记住6个宫位，这6个宫位就是我们的子父啊，在这上面3个，下面3个，以这6个宫位来起我们的小六壬。最简单的用时间，哎，时间就可以起卦了。对。那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哈，首先你又有问题才问问题的嘛哈。是今天我们拍摄是否顺利？我们来起一下小六壬，今天是什么时间啊？腊月初五，腊月初五。农历腊月初五，现在的时辰现在是酉时。啊，酉时，几个数字了？腊月、12月、12、初五、5，还有一个酉时，酉就是10，酉是12加5，对，再加10， 12这几个数字来算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就来用我们的大手，好大手从第1个宫位，也就是这里，大安对。还有我们的榴莲、素喜、赤口、小吉和空王，然后我们刚刚的几个数字开始，从大安开始。第一个先数12，对，大安腊月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就数到第6个空王啊，对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数初五，再数5，1、2、3、4、5，数到小吉啊。然后现在酉时了，再继续数时辰了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，素喜，第3个素喜。那么我们的问题答案就在最后的这个素喜这里。那刚刚的问题是什么？今天的拍摄是否顺利？哎，很顺利，而且怎么样？素喜很快就可以速速下班，速速下班哎，很快就会有一个素喜非常开心的结果，而且是很快速。哎，那我又想问了，那这个顺序是一定要固定吗？就一定要是对对对，哦起点一定是大安，顺序一定是顺时针。顺时针啊，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顺时针。哎，那老师啊，我们刚才不是一共数了3次吗？是有3个不同的结果的。那我们是要兼看还是只看最后的结果？啊，不，我们那个是最后的结果。哦，只看最后一个结果。对对，不用兼看，因为那个是用我们的时间加减得出来的。那有的人可能说啊，我时间呢，然后我的年月日时已经加完，然后再去数也可以的吧？也可以，就是总数数也可以。对，反正最后那个才是对，最后结果。对，那我就想问了，那刚刚是速喜嘛，就快速结束，然后是喜事嘛。那我想问，那其他的宫位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有6个。对，比如说我数到哪一个位置，哪个位置什么意思，也有对应的哦。那第一个大安。顾名思义，平安无事，顺利过渡，心想事成。今天做什么事情都可以。Nice。我要去求财，或者是我要去做一件自己想要做的事，求到大安，那你这一趟旅程平平安安啊。第2个，万一你去某个地方。比如现在要去坐飞机，然后掐出来榴莲，可能会误机哦，代表一件事情有阻碍，没那么顺利，会有一个阻隔，或者什么是牵连，或是那就有点慢，长眠，或者是有没有小人榴莲，会有小人拉住你，给你使绊子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点到的速喜，那就是快速的有喜事，那就代表有很快吉事临门，买一个彩票，中奖几率很大哦，很快就有好消息，但它是比较小的。
啊，它没有大安那么大小吉啊，对，然后就是第4个，一听名字就不好，口就是口舌，彻就是火嘛，属火嘛，很容易跟人家起争执啊，口舌啊，放光飞啦。如果你要去谈判啊，然后起到的是赤口哦，那你可能等一下谈判的时候会争执哦。我约女孩子的时候，如果算到是赤口，女朋友又跟你吵架了，好了，然后就是我们听起来很吉祥的小吉，那就代表这件事情有小的好兆头，而且你会有小的收获，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刮彩票啊，或者是这一趟的谈判啊，或者是我要去搞客户啊，可以搞到，而且有小小的惊喜哦。所以你刚刚看下来，其实真的是有好有坏哦，好，那接下来就是刚刚说的空亡，那顾名思义，空就是没有了，就相当于空卦。那所以问什么什么没有，比如说问病，空亡，没有病。但是问找东西，空亡，完了，这东西找不回来，空了啊。问有没有女朋友，空亡了啊，或者是我问什么什么没有。不一定说空亡就不好，问不好的事情空亡就好了，负得正啊。哎，好，那我听完沐浴老师说了，我现在知道这里一共有6个嘛，有3个是好的，分别是大安、素喜跟小吉1、3、5，然后有3个差一点的，就是榴莲、赤口跟空亡。哎，刚好符合太极阴阳，有正子有负，但是大家也不用说一个算到不好的，换一个方式，换一个方位，换一个日子再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。那老师，我想知道，那除了用时间起卦，那有没有别的方式呢？我看到有些用车牌也可以起卦的。对的，没错，其实这就跟八卦有异曲同工之妙哈。比如说对方给你一组数字，你也可以起卦，或者是用车牌用身份证、用电话号码都可以，或是甚至是你当时的灵感都可以起卦。会不会太长了？这个十几个，取3个吧。后3个叫做我心为法。就是主要我起心动念，比如我脑海中是888，那我是不是能用888呢？对，那你就8加8加8。哦，朋友来问你，我这一次要去考试，考升迁，那我吉不吉利？然后你就跟他说，那你给我随机3个数字，他给你报7、8、9，你就7加8加9给他数一遍。那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问题才可以去随机起一个数字，而不是说我随便数没有问题。对，我们叫不疑不问。这个意思就是，比如说他吃饱了没事。什么都问，这不行或者是一些明知道结果的，也不要问。过来考一考你那种。对，不是，我们一定要带着疑虑，这个时候是最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候天地会跟你对应，而且你的能量会集中在你的疑虑上面，这个时候是最准的。哇，老师，那既然这个小6人这么厉害，我以后如果去澳门娱乐场玩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？我打麻将也。那刚刚说的不诚不张，就是你没有诚心诚意的问题不张，那其实还有一个不义不张，赌博啊、抢劫啊这种就不要问了一定是正能量的问题过来问，因为其实本来祖师爷定这些占卜啊术数就有一个规定，不能用于赌博。那还有没有什么情况会改变这个占卜结果呢？一些外因？比如说一些子时子时能量交接，阴阳之气交接，换节气，比如冬至这一天，能量波动比较大。那如果内心不是很纯粹的人，容易受外界能量影响，他可能算的也不准。自己一定要稳。我们只是一个容器，这个容器自己要稳，然后能量通过你的身体去表达。那还有比如说，你正要起卦的时候打烂了个杯子或者是隔壁正在吵架，那其实已经有外应了，这个时候也不需要再重复了，就不要再问了，下次再说。过多久呢？过10天半个月。10天半个月。对，所以比如说1天内不要同一个问题多次问，或者是不要有1个时辰内同个问题多次问。为什么？因为能量已经分散了，没有那么多灵力了能量一分散又不集中了。要到复杂的，比如说我要适合去什么时候去，或者哪个方位去，那这个你就要专业的问大师了。那占卜给我们生活的只是一个方向的参考，最终还是在人，就像刚刚说的，人道大则法大，法大则术大，你的道才是一切。好，那没错，小6人呢就是一个简单易学的占卜法了，大家呢可以把它当做一种预示的参考，但是大家不要过分迷信相信科学。对，相信科学。那如果你们有更多想看的内容呢，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哦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